等一下，两位前辈，你们看是否需要布置这座阵法？楚风说话间勾勒出一座阵法图，龙墨笑与龙墨川一眼就看出楚风这阵法是为了防止结界入口关闭的。这种阵法他们也会，但楚风提供的阵法图却极其精妙，精妙到他们叹为观止的程度。楚风小友，你从何得到的如此精妙的阵法呀？龙墨川更是忍不住询问道。晚辈机缘下得到了天道秘典，这是天道秘典中的初阶秘典。楚风也不隐瞒，竟是7届圣府的天道秘典，但未曾听闻天道秘典中有初阶秘典啊。龙墨川与龙墨笑都是倍感意外，毕竟天道秘典他们早有耳闻，晚辈这天道秘典是在祖武界宗的遗迹中所得。楚风说道。随后经过交谈，龙木成等人也是知道了楚风从7届圣府手中抢夺了一座祖武界宗遗迹之事。而也在交谈的过程中，龙墨笑与龙墨川两位真龙巅峰界灵师也是将阵法布置完成，将阵法融合到入口之后，他们这才踏入其中。完美，有此阵法在，这入口便不会关闭了。看着融合后的入口，龙墨笑与龙墨川都是自信满满。怎么样，我邀请楚风来此是不是很对？龙木成有些得意。这还用说，若不是楚风小友，咱们不知道要被困在界灵大帝那领地多少年呢。龙墨川叹道。对于楚风的能力，他们早就不再怀疑，但这一次楚风的确又带给了他们惊喜。之后楚风又提供了隐藏阵法，有2位真龙巅峰布置，力量也是大增。准备妥当，楚风几人这才踏入其中。穿过结界入口，他们进入了另外一个浩瀚的世界，下方是大地，但上方却并非天空，而是一片将世界封锁的岩石。果然这里的力量更为浓郁了。龙木成闭着眼睛深吸一口气，面露狂喜，而他欣喜也能够理解，因为此地那特殊的力量可比外面要浓郁数倍还要不止。但楚风却将目光投向了东南方向，这里没有任何山川，使视野更为广阔。楚风能够看到远处有一座阵法，阵法自大地而起，直达顶端，宛如支撑天地的柱子般连接着世界顶端的石壁，而那正是楚风等人来的方向。因此楚风知道那阵法的位置恰好金川上界的一座矿坑相同，那好像是炼化阵法。楚风说道。炼化阵法，此言一出，龙墨川、龙墨笑以及花花皆是神色变化，他们也在观察那阵法，但却并未发现是炼化阵法。楚风说话间便向那阵法飞掠而去。见状，龙木成等人也是跟了过去。靠近之后，能够看到阵法内的确有着修武者的气息。通过阵法的细节，龙墨川与龙墨笑也是很快确定，那就是炼化阵法，连接的是外面的矿坑。难怪挖矿之人九死一生，搞了半天是被阵法炼化掉了。龙墨川与龙墨笑，包括龙木成，皆是目露怒色。他们的修为更高，所能观察到的视野也更为广阔，因此他们能够看到这种炼化大阵几乎遍布这个世界，几乎每一座都与外面的矿坑位置重叠，分别就是连接着外面的矿坑。被炼化的人修为普遍较弱，他们炼化有何用啊？花花不解。炼化修武者乃是邪恶势力的手段，但往往炼化的都是修为较强的人。这座炼化阵法十分高明，说明布阵者实力不弱，但却炼化修为较弱之人，让他感到不解。这阵法很玄妙，我也看不出来具体目的，但被卷入这阵法的人绝无生还可能。楚风说道。他靠近就是想观察出更多内容，只是可惜他观察不出。但这阵法又并未残留远古气息，难道是当代修武者所为？龙墨笑也说出了自己的疑虑。这阵法应该是由宝物催动，也可能本身就是宝物，只不过这宝物还在地底深处，我们所见并非全貌。我猜测这还并非真正的地底世界，真正的地底世界还在我们的脚下。楚风说道。还有一层地底世界？龙木成等人都很意外。楚风不说，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，他们的脚下还隐藏着地底世界。若楚风所言属实，那便说明对方的手段比他们预想的还要高明得多。此时久久未语的蛋蛋开口了。楚风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蛋蛋，我懂你的意思。楚风回应蛋蛋之后，看向了龙木成。前辈，如若不急于突破，咱们便先回去，另寻其他修炼之地。回去？楚风，你是察觉到了危险吗？龙木成问。当代也好，远古也罢，这里有着极其利奥德的势力。当初告诉您此地的那位大人，应该也察觉到了这里的势力很强，所以才劝你，若是金川上界有了变化，便让你不要来。楚风说道。楚风，现在修武界的形势你也清楚，没有绝对的力量，根本无法自保。我想尽快踏入天神境，而此地力量他处难寻，是难得的机会。我有绝对的把握突破，并且不会花费太久。龙木成道。楚风小友，这里目前来看只有阵法，并没有人。按照你说的，就算有势力生存于此，可这层地底世界只是他们布阵之地，也并非他们居住的地方。况且我们也都布置了隐藏阵法，依我看你提供的阵法，天龙界灵师也未必能够发现。有这隐藏阵法在，咱们再找个隐秘的地方应该没有关系吧？
龙墨川也是对楚风说道，只是那炼化阵法便已十分高明，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侦查的手段，我们的隐藏阵法是否能够瞒得住他们。楚风一直以来也都信奉富贵险中求的道理，但楚风也有分寸，太过危险没把握的地方楚风也不会去，而此地让楚风很是不安，他只想尽快离开这里。楚风，要不你与花仙界灵师先回去？龙沐橙说道。他此话一出，花花立刻看向楚风。花花与龙沐橙没交情，他只跟着楚风，楚风走他便走，楚风留他也留。前辈，我若劝你走，你应该不会走吧？楚风笑着看向花花。当然。花花点头。爱楚风无奈的叹息一声，旋即看向龙沐橙。既然一起来的，自然就一起走。眼见着龙沐橙心意已决，楚风也是决定留下。虽然实力有限，但好在随着血脉觉醒，境界增进，自己对出街秘点的掌握也更强，遇到情况也能够提供一些阵法方面的帮助。放心吧，这里的力量十分浑厚，我真的很快便能突破。我答应你，突破之后咱们也不逗留，直接离开。管他娘的，这里是谁的领地，咱们再也不来了。龙沐橙一把抱住楚风的肩膀，爽朗的笑着。龙沐橙的性格就是如此，他抱着楚风就像是兄弟之间的举动。只是龙沐橙的身材真的很好，不经意的一抱，难免让楚风与他身上柔软之处产生接触。这一幕看得花花咬牙切齿，拳头都握紧了。好在楚风也不贪恋美色，主动从龙沐橙怀中挣脱，花花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两位前辈，有劳你们，再布置一座阵法。楚风看向龙墨笑与龙墨川，随后又提供了一座阵法，同样是伪装阵法，但是覆盖面积更广。伪装的不是他们的身形，而是伪装此地力量的流动。现在龙沐橙没有开始修炼，若是开始修炼，必然会吸取此地力量，力量都向一个方向流动，难免会引起注意。楚风这阵法便是用来影响流动速度，避免被人发现。龙墨笑与龙墨川也十分赞同，便开始布置。布置成功之后，龙沐橙便开始尝试突破。至于楚风也没闲着，因为这里的力量虽然无法用来修炼，但的确对于突破之人有着极大助力，能够提高悟性。对于准备突破神雷劫的楚风，自然也有着极大的帮助。而龙沐橙没有说谎，短短3日时间，龙沐橙竟真的突破。原本突破天神会引发异象，龙沐橙则是利用宝物压制住了异象。可就算压制住了异象，就在龙沐橙周围的楚风等人也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，那是绝对的蜕变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龙墨川与龙墨笑两位老者激动的就像孩子，眼中已是热泪盈眶。龙沐橙踏入天神境，这对于他们龙溪一族而言太过重要了。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？是不是没用太久？龙沐橙则是得意的看向楚风。非常迅速。楚风也是笑着对龙沐橙竖起了大拇指。轰！可忽然刺耳的轰鸣炸响开来，是将他们的隐藏阵法轰成了粉碎。顺势望去，远处的虚空之上静立着数千道身影，正打量着楚风等人。他们之中大部分是满头银发，就连眉毛也是银色，且都穿着统一的服饰。那是金色长袍，极其华丽，且还散发淡淡光华，每一件都是至宝。而在胸口的正中间，则是绣出了一个如同符号一般的图案，那是远古字体，虽为美观有所改良，但楚风等人都认得出那是什么。那是一个字，是一个神字。不过相比于他们那看着高贵的长袍，他们的眼神更是自命不凡，那是俯视的目光，宛如神灵俯视凡人。不过眼下楚风等人无心顾及这些，他们的目光都锁定在了一个人的身上。那人立于众人最前方，青年模样，五官俊朗，气质不俗，但发色与眉毛却有别于他人。其他人都是银发银眉，但他则是金发金眉。而他的身上不仅穿着那绣着神字的金色长袍，还套着一件盔甲，那盔甲竟是仙海鱼族的盔甲。而在男子的身下骑着一物，是坐骑，但那坐骑不是妖兽，也不是凶兽，竟是一个人。那人跪在虚空之上，脸上被戴上了铁质的面罩，脖子上绑着链子，链子的另一端就被那青年男子攥在手中。最关键的就是那坐骑的衣服，楚风认的，那是一件红袍。之前楚风在祖武天河遇到过2个强大的红袍人，他们轻易的便斩杀了一个名为暗夜之主的远古存在。也是其中一个年轻的红袍人告诉楚风，楚风的身上有着一个很强大的守护阵法，那正是楚风父亲留给楚风的阵法。当时那2个红袍人给楚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于当时的楚风而言，他们强大且神秘，完全是另外层次的人物。楚风只知他们到处斩杀远古生物，但却不知他们具体目的。而眼下被那金发青年当作坐骑，骑在身下之人的红袍与那2位的一模一样。3日便突破了，不知是有些天赋，还是积累已久，只差临门一脚。为首的金发青年看向龙沐橙，此话说明他很早就发现楚风他们了，迟迟没有出手，就是在等待着龙沐橙突破。也更加说明对方的实力很强，根本不惧怕他们，也不惧一品天神。
再联想到之前楚风所说的话，就连龙墨川、龙墨笑，包括龙沐橙，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花花更是吓得捏紧了小手，向来脾气暴躁的他，此刻却紧张的不敢言语，唯有心脏跳得砰砰作响。你身上的铠甲从何而来？可就在此时，楚风却是开口，目光凝视着金发男子身上的铠甲。仙海鱼族彻底消失，而仙海鱼族领地内的惨状，楚风记忆犹新。无论怎么看，仙海鱼族都像是遭受了灭顶之灾。尽管小鱼儿和仙海少羽曾托武者商会会长刘信与楚风报过平安，可楚风并不清楚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。只是那金发青年看都没看楚风，而是继续看着龙沐橙。怎样，这力量感觉不错吧？金发青年问道。这力量非同凡响，当今浩瀚修武界无处可寻，绝无仅有，实在感谢。龙沐橙赶忙施以一礼，旋即说道：我们来此也不知是何人领地，还以为是远古先辈留下的力量，有冒犯之处还望见谅。既然是有主之物，那自然也要好好感谢一番。龙沐橙说话间便取出一个乾坤袋，随后低头的同时却高举双手，而那乾坤袋也是飞向了金发青年。金发青年接过乾坤袋，淡淡一笑：你倒是挺有礼貌的。可随后他大袖一挥，竟将那乾坤袋丢在了龙沐橙的脚下。既然如此，本神也便不难为你了，自废修为，饶你一命。此话一出，龙沐橙等人皆是神色大变，本以为是友善之人，可现在来看是他们想多了。大人，您真幽默，太会开玩笑了。龙墨川笑着说道。开玩笑？金发男子笑容轻蔑，随后忽然神态转冷，尔等蝼蚁，配让本神开玩笑吗？这一刻，龙沐橙的眼神瞬间就变了，他一把将楚风等人拽到了身后，旋即才将地上的乾坤袋捡起，看向金发青年。给脸不要是吧？面对龙沐橙这般转变的话语，那金发青年倒也不怒，反而眯起双眼，戏谑地看着龙沐橙。哟，蝼蚁怒了，那看来你是不肯自废修为，想本神亲自动手了。龙沐橙也是不屑一笑，行，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何本事。龙沐橙话音落下，楚风等人周身瞬间强大的武力护住，同时一股柔和的力量也快速的将他们向远处推去。当楚风等人反应过来之时，龙沐橙以及那金发青年等人已不在他们的视线当中。是龙沐橙将他们推远了。楚风等人第一反应就是使用观察手段去看具体的情况。轰隆隆，可还来不及使用手段，脚下的大地开始剧烈摇晃，磅礴的武力涟漪自远方出现，覆盖肉眼可见的一切，以吞噬天地之势向他们这边冲击而来。好在龙沐橙使用武力将他们护了起来，否则只是那涟漪便足以将他们轰得飞灰烟灭。可哪怕如此，那涟漪却如潮水一般源源不断的自他们四周冲击而去，他们已是被涟漪彻底吞噬。楚风动用了天眼，花花等人也是使用了各自的手段，可龙沐橙的身影他们根本无法捕捉到，只能追踪他的气息，判断出他在快速移动。至于那男子，始终在那片虚空之上，骑着身穿红袍之人，未曾挪动半步，甚至目光都只是目视前方。情况不妙啊！龙墨笑与龙墨川皆是眉头紧锁。相比于楚风与花花，他身为九品真龙界灵师，倒是看得清楚一些，能够隐约间看到龙沐橙已经亮出了神兵，也能感觉到龙沐橙发动了武技。可那名金发青年却连神兵都没有亮出，甚至动都未动，但偏偏龙沐橙的攻势又都被那男子挡了下来。种种迹象都表明，那金发青年的实力非常之强。可恶，是我没有掌握天神的力量吗？还是说他隐藏了修为？身在战局之中的龙沐橙内心同样慌乱。经过短暂交手，他能感受到对方的修为与他一样，也是一品天神，可是二者的战力差距仿佛天差地别。神兵这种大大提升战力的武器已在手中，强大的武技更是接连使用，但对方却动都未动，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只是意念之间释放出威压进行应对。可偏偏他只凭借威压便挡下了自己的全部攻势。同为天神，差距何以如此之大？蝼蚁，本神的耐心快被你耗光了，有什么手段尽快使出来吧。虚空之上，金发男子的声音传来，这是何等轻蔑，却偏偏让龙沐橙感到无力。但很快，龙沐橙的眼中也是闪现出了一抹决意。带楚风他们走。这道声音同时映入龙墨笑与龙墨川的耳帘之中。龙墨笑与龙墨川不敢怠慢，可却发现根本动弹不得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们束缚于此了。紧接着，耀眼的金光穿透覆盖这方天地的涟漪，光芒的强度使得楚风等人视线越加清晰，能够看到在遥远的虚空之上，龙沐橙手握一把光芒闪烁的匕首。那匕首正是他的神兵，但匕首的光芒并非源自神兵自身，而是来自龙沐橙强大的武力凝聚。那股力量越聚越强，这方世界强悍的空间都出现了无数道裂痕。尽管还没有完全出手，可楚风能够感觉到那股力量若是彻底释放，可以轻易的毁灭一方凡界。
就连这片辽阔的金川上界也将遭受不小的冲击。他猜测那应该是3段神境，是龙木城的底牌手段。哦，神境武技吗？金发青年终于转头看向龙木城所在的方位，下一刻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，那金发青年竟出现在了龙木城的近前，二人距离不足半米。来，让本神看看你这神境武技的威力。金发青年伸手指向了自己的丹田处，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他的目光是如此的轻蔑，根本就没有将龙木城当作天神看待，那真的是看待蝼蚁的目光。龙木城也不废话，手腕一转，释放的光芒倒涌而去，尽数涌入神兵匕首之中，旋即向金发青年的丹田呲了过去。轰隆隆隆，下一刻更为汹涌的涟漪如海啸一般向四周的天地吞噬而去。哪怕距离交战中心较远的楚风等人所在，也不过顷刻之间便被那汹涌的涟漪吞噬。这股力量太强，就连护住楚风等人的武力也是出现了裂痕。这样下去，迟早会支撑不住。花花眼神空洞，脸色苍白无比，双手紧紧地抓住楚风的衣角。楚风能够感觉到他颤抖的有多厉害，他是真的恐惧极了。他意识到他们可能要死了，但死的却极其憋屈。明明都是一方声名赫赫的人物，但却要死在他人交手的涟漪之中。然而就在此刻，那涟漪消散开来，原本仿佛化作地狱的世界瞬息恢复了正常，就连那些涟漪存在的痕迹都被彻底抹去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。就在众人不解之际，忽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重重地摔在了楚风等人面前。定睛一看，那是龙木城，而金发青年则出现在了楚风等人的头顶之上。金发青年毫发未损，可此时的龙木城却已是重创之躯。滚吧，蝼蚁们！金发青年说道。原来是那金发青年瓦解了涟漪，竟是他保住了楚风等人一命。可楚风等人不会感激，因为那金发青年并非好心，他只是戏耍楚风等人。就比如龙木城，他的修为并没有被废，甚至重伤之躯也是自己的神境武技反噬而已。那金发青年真的是将楚风等人当作蝼蚁一般看待，是杀是留，全凭一念之间。仙海鱼族，是你做的吗？此时楚风再度开口，你好像很关心仙海鱼族，你认得他们？金发青年终于看向楚风，那个眼神似乎对楚风他也有了一些兴趣。仙海鱼族的事情是你们做的吗？楚风再度问道。啊，你是说仙海鱼族被灭之事吧？是本神做的。怎么了？难道你要为他们报仇吗？金发青年对楚风问道，目光同样轻蔑。